在龟兹国境内还有个特别的小城，里面有一座宽敞精美的佛寺，它的来历非同寻常。这里以前有个国王崇敬佛法，对佛陀的圣迹十分向往。一般来说，作为国王是没有机会亲自去朝圣的。幸运的是，他有个能干的弟弟，哥俩从小感情就很好。国王任命弟弟在自己朝圣期间辅政，这样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国王这一去就是几年，等他回来时，发现弟弟把国家治理得相当不错，甚至比以前更繁荣了。他既感到欣慰，又有些说不上来的味道。有些善于察言观色的人，出于种种目的，就开始说闲话了，什么大权旁落啦，什么弟弟显示自己更能干啦。其实经过朝圣，国王觉得自己的修为提升了，这些闲话他一概忽略。不过确实是应该回过头来好好治理国家了。可没过几天，国王就发现自己处理起事情来束手束脚，有时还在官员那里碰软钉子，说按惯例这件事是如何如何，而所谓惯例就是自己离开期间形成的。软钉子吃多了，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了。这时有人看到时机成熟，向国王抛出了重磅炸弹：弟弟淫乱内宫。哇，这还了得！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国王怒气直飙升，马上要把弟弟抓起来上大刑。弟弟说：“我有罪的话，甘愿受罚。在处罚之前，请您打开那个金匣子看一看。”他说的金匣子是当年国王去朝圣前，弟弟亲手交给他的，还特意交代回来以后才能打开。国王以为里面是护身符，就把金匣子交给随行的主管保存。国王这时打开金匣子一看，里面居然是男子的弟弟。他把匣子一把推开，怒气中还带着嫌弃：“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你想要干什么？”弟弟说：“您把国政交给我，我害怕被诬陷，就割掉了自己的男根，在您出发前亲自交给您，以示清白。现在果然出了这样的事，请您明察。”国王大为震惊，勉强稳住心神，示意左右都出去。此时只有兄弟俩了。弟弟缓缓跪下，向哥哥道出了心声：“当兄长您要去朝圣时，我知道无法阻止那些说闲话的人。钱、权、色，这三者是世人孜孜以求的，他们没有办法构陷我窃国，因为我会还政；没有办法污蔑我贪污，因为我的家底一查便知。唯有身体的清白，即使死掉也无法自证。我只有自残这一条出路。”国王深受触动，对弟弟的感情更加深厚，从此让他自由出入内宫。就这样又过了些年，国王突然发觉弟弟不再进宫，觉得奇怪，询问他原因。原来有一天，弟弟看到一群牛被赶着去割市，他回想往事，觉得每一步都像是宿命，误伤其类，就出资赎回牛群。因为这仁慈的力量，他的男根居然又长了出来。为了避嫌，就不再进宫。王以为奇特也，遂见伽蓝，表彰弟弟的动人事迹。